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，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别打了！喂，别打了！我就知道你会趁虚而入，这个小人，只敢抢我女朋友！别打了！英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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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志。 言之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给你叫医生？不用，我没事。你明知道言之血糖低，你还不好好照顾他，你觉得你有资格喜欢他吗？郑野，我看你先回房嘛，啊。你怎么会突然来澳门？我仔细想过了，我还是没办法放弃你。我特地来这里找你，就是要告诉你我最后的决定。如果我之前给你太多压力，对不起啊。可是我一定会改的，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如果我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，你告诉我。 我一定会改的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其实，无论你决定是什么，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吧。我之前就是心太软，太相信你的话，才让你有机会趁虚而入，抢我女朋友。你和言之已经分手了。错，我们只是暂时分开。可是，在言之的眼中，你们不可能再成为情侣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故意要我跟言之分开，好让有机会趁虚而入？只是，我们这么多年兄弟，你就这样看我？我承认，我对言之是有好感。 可是我们两个没有发展到你想的那个程度，我不会让你们进展到那个程度的。爱情是不可以勉强的，爱情不能勉强，但是可以努力啊。那你努力了多久？你觉得言之有没有爱过你？放手吧。为什么是我放手，而不是你啊？你每次分手，那些女朋友都丧失个半死，我不会让言之像他们一样的。唐志深，我每一次恋爱你都是见证者。 有哪一次我没有受伤？又有哪一次我伤的没他们重？你们又吵架了？不是，没有。你吃了没有？要不要再吃一点？我不饿。你血糖低，多多少少要吃一点的。对啊。我约了 Tammy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可是你身体刚恢复。还是改天再约吧。我没事。那我陪你去。我陪你去。 你
回去了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你不用担心我，为母则强。为了孩子，我定好好活着的。后面2个大帅哥条件都很不错哦，你到底会选谁啊？如果是我就会选那个让我心跳加速、逗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甜蜜。他烦恼我跟着担心，他开心的时候跟我一起分享。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，对不对啊？我还有一些事要去处理，你们陪着颜之到处去走走吧。我们会的，我要照顾他的。那我明天机场见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我想单独跟志胜谈一谈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忙打转，忙着计算，也算不到未来。纯粹去爱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心意，就接受你。我真的有努力的试着，不过还是没办法爱上我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我懂的。爱情不是不停的说我爱你就会成功的，永远还是好朋友。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我们都曾以为爱就像前程，原来最难熬过的竟是黄昏。我们都爱过某个诗人，可是诗人也是平凡人。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，难得你很认真，不想太多区分不顾身。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，可惜他不是你的。哇，你别再动手啊！你再动手我会还手的啊！误会。啊，喂！是你自己心虚才掉进泳池的，所以不关我的事。才没有心虚呢。Anyway， 我跟颜之真是分手了。你不要安慰我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懂的。可是我还是要警告你，如果你不好好对待颜之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给朋友第一次打是误会，第二次打是我自找的，还是兄弟。我没那么小气，如果少了你这个客户啊，我会少赚。哇，为什么评得这么实力啊？情场失意，市长当然得意啊。等你先出手，就这么没想到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心有戚戚一口，意外
轻声轻一过，好像一股电流轻轻电到了舌头。哦哦哦，心眼里是一口，一轮情侣轻一过，让我登上第1名的位，连着跑走。谢谢。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听优雅阿姨的话？当然有啦。哎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帮我照顾她。还有，等一下我会亲自下厨，请你吃大餐。你下厨啊？哦，我当然不能够拒绝啦。哎呀 ，baby， 你好 lucky 哦，可以吃到颜值阿姨煮的东西。听者有分哦。你没有？为什么？需要有理由吗？你们是在打情骂俏吗？哎呀，很明显啦，还需要问吗？难道你们这次到澳门真的擦出爱的火花啊？你们两个不要插嘴啦 ，please。真的不可以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晚点打电话给你。拜拜，天子，拜拜，悠悠。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放大新闻眼》，我是冯若琳。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新闻。美国西雅图日前降大雪，看到若琳很意外。报道，这场大雪是这次啊，多亏有若琳的帮忙，要不然放大新闻眼啊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正式回来上班了，算是，虽然没有正式的出通告，不过应该8、9不离10了。也不得不停驶，导致许多城你会不会担心你的新闻主播的地位被抢啊？哎呀，有竞争是好事嘛。还是你更担心郑业跟若琳会旧情复燃？哎，我不是开玩笑的啦，岳父的直觉是很准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总觉得郑业跟若琳之间好像有什么似的。西雅图各大公路也发生了严重交通瘫痪，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意外也频频发生。你回来了，吴若琳，你还在啊？快去冲凉吧，快就可以吃了。我的厨艺怎么样？不错，60分。你给60分已经很好了。你好像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。那你觉得我这个改变是好还是坏啊？改变是为了自己，又不是为了别人。你觉得好就好。我听说已经过世的事，颜值还好吧？现在好多了。我在新西兰的时候上网看到他播报新闻，他表现真的很好啊。以新人的身份来说，他的表现是不错，观众还有同事都很喜欢他。那你也一定很喜欢他啊。我是说同事之间的喜欢，不要误会了。哎，吃快点啦！想这个吗？好啊。好像瘦了啊。你有心事啊？没有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在担心这件事15会跟若琳阿姨旧情复原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说不是就是掩饰。小孩子变那么多事。我虽然小，但我的脑容量可不小哦。3个人的爱情就像一场战争，你要小心应付。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考《孙子兵法》。如果真的听你的话，我才脑容量小。颜值，早。哎，早。你还 OK 吗 ？OK 啊。这次去澳门找你，你们有见面吗？那你们分手了？真的啊？哇，好了！哇，需要这么开心吗？当然啦，之前你们的关系不明朗的时候，要是我采取攻击行动的话，那不是很名不正言不顺吗？可是现在你们分手啦，我终于可以将我的攻击行动升级啦！
祝你成功啊！我一定会的，耶！对了，昨天你有看洛林爸爸的新闻吗？他现在整个人很不一样了，变得又友善又亲切，现在连观众都觉得他很不错哎。那你担不担心啊？担心什么？地位不保啊！我会好好努力，做好自己的本分。野之，哎，好久不见了，欢迎回来。听廖说你朋友过世的事，家顺便吧。谢谢你的关心。人或许真的需要失去，才懂得珍惜。以前不觉得怎样，不过现在回到我喜欢的地方，和熟悉的同事在一起，真的很开心。我想我以后不会再这么任性了，对我喜欢的事和人，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了。昨晚听郑业说你在澳门生病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电梯到了。你说里面是不是刀光剑影？你砍我挡，你再砍我再挡。我觉得啊，应该是暗器比较多，偷偷刺你一下，或者放飞镖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唯恐天下不乱，你们两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我们就是怕天下乱，所以呢，想要把气氛搞得轻松一点。就是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里面的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影响我们的未来。哎，如果欧阳要我们在颜之还有洛琳之间选一个，你们选谁啊？洛琳啊。啊，你啊，看你，洛琳啊，在你心目中啊，这个女神的地位始终没有变过哦。都说是女神了，哪里可能那么容易变啊？那你的女神现在单身，你应该发动攻势，把她追到手，那她就会变成你的女神婆。哎，不对嘞，我刚才遇到洛琳的时候，她说她昨天晚上才跟郑业在一起，而且还聊得蛮多的嘞。不会吧？昨天郑月送颜之回家的时候，我也在场啊，而且他们两个在我跟晴子的面前打情骂俏，好像是一对哎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想太多了，他们三个可能是好朋友。哼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单纯了你？我看啊，他们应该就是三角关系。不是吧？办公室三角恋很麻烦的哦。这就是所谓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我们这些可怜的鱼儿一定会受到牵连的。哎呀 ，baby， 你要保佑妈咪啊，永远是个快乐的鱼啊！哎呦 ，baby 啊，你也要保佑漂亮阿姨不要变成咸鱼。当咸鱼也不错啊，可以蒸肉饼。哎呀，你咸鱼蒸肉饼。今天中午吃咸鱼蒸肉饼啊！我们是说了想要把你打成肉饼啊！哎，注意胎教啊！哦 ，baby， 刚才那句没有听到哦。你们刚才到底在聊什么事啊？你跟洛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颜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三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几位刚才一定非常紧张啊，很想知道我们三位在里面讨论的结果，是不是？结果就是。我们要维持洛琳离开之前的局面，双主播啊，由洛琳颜之继续担任。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的点击率已经是天下无敌了，我相信未来我们点击率可以继续称霸50。那希望我们合作愉快，称霸50，一起努力。耶 ，baby， 妈咪不用做咸鱼啦，漂亮阿姨还可以请你吃鲍鱼。咸鱼鲍鱼，你们在讲什么？不要管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纯粹无聊。好了，散了，工作啊。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生命力和战斗力最强的两种生物，一个是蟑螂，一个就是女人啊。这两个女人要是联手的话，我想你怕是连骨头都剩不下来。赶快找好后路。我想你应该才要赶快找好后路吧？你想想，如果他俩同时辞职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不知好歹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，你明不明白啊？
你了解就好。Take care。谢谢。跟女朋友分手啊？没有复合的机会吗？我们分手复合太多次了，我们两个之间始终性格不合。人家说，恋爱就很像 try and error 一样，不过我们 try 了那么多次，也 error 那么多次，很累的。我不想再错下去了。那希望你下段感情不是 error， 而是 bingo 了。希望吧。燕之啊，其实我不用这么尴尬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燕之。我其实……我先走了。想念总是在夜里狂奔，特别像他着魔的眼神。他是真的有非礼我，我一定要告他。我不小心碰到你的。怎么称呼啊？凤玲，可以讲一下当时情况吗？当然可以呀。我今天难得有空，就想来这种高级的地方逛街喽。我看到一条项链很漂亮，就停下来看一下。突然我感觉有人掐了我屁股一下，我就立刻逮住那个人喽。非礼啊！他一直说他没有非礼我，一直说我诬赖他。哼，怎么样？算是名牌就可以随便非礼人了，是不是？在没有我的律师陪同下，我是不会多做发言的。但是我真的没有非礼你，而且我有朋友可以作证。这根本就是一场误会嘛！我可以帮他作证，一等根本就没有非礼他。谢谢。哎啊，你的先生，可以仔细的讲一下当时的情况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？我怎么看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谁到底在说真相。他说没有你们就相信啊？那名妓女叫郑凤玲，来自中国，刚到新加坡工作不到3个月。而这个伊登松呢，是 ENG 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，他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。他的父亲呢，则是一家上市集团的 CEO。我不认为他会非礼那名妓女。你认识他？我认识。又认识。他家和我家算是世交，可是他是一个乖乖仔，女生稍微对他主动一点，他都会害羞。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会做这样的事啊。哎，你们记不记得上个月也有一个类似的非礼案？有一名妓女呢，也是控告一名男子非礼。不过他实际上呢，是要敲诈那男人的一大笔钱。后来那个男人为了息事宁人，真的给了那个妓女一大笔钱。你们认为郑凤玲在模仿那位妓女的行为？很有可能。你们会不会太先入为主啊？不过我们的怀疑也不是不合理的，毕竟一个是专业人士上来循规蹈矩，又有证人。另外一个职业和身份的贵贱，不代表一个人品行好或坏啊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也别否认，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用身份来评定一个人的，所以一开始天平已经倾向其中一边了。所以我们更加应该秉持公正嘛。正义是重要，但是小心更重要。你想想这个伊森啊，有家世、有背景、有钱，身份敏感，所以我们报道如果出现偏差，后果很严重啊，一定要小心处理啊。准备，2、1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放大新闻眼》。今天中午，在滨海湾某购物商场，有一名中国籍女子报警，声称被人非礼。被指控非礼的男子是 ENG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伊芬颂，他坚称自己没有非礼那名女子，而且还有朋友可以为他作证。这名女子已经证实是在牙龙工作的一名妓女郑凤玲，她在新加坡已经工作了3个月。女子坚持男子的确有非礼她。这是我的律师 Dan。你好。你好，我郑烨。你好。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。
没关系，我认识正业很多年了，这位朋友应该要卖他这个人情的。算我欠你个人情。再说，我对你们的节目《放大新闻眼》非常有信心。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请。3。可以详细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吗？那天我们因为赶时间，所以走得比较快，可能是这样，我的手不小心碰到那位小姐的臀部。喂，你非礼呀！问我要给钱的，知不知道？那位小姐立刻抓住我的手，大非礼，并要我在警察来之前赔钱给她，她就可以当这什么事都没发生。Ethan 的朋友 Dick 可以证明 Ethan 的清白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反控告对方勒索和诽谤，而且我们非常有信心，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胜诉。谢谢你，Ethan先生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我希望你能帮我把事实报道出来，还我一个清白。你放心，只要是事实，我们一定如实报道的。妈的，你这个女人到底听不听得懂我说的话？我是不会撤销控诉的，我一定要告他，他是真的有非礼我嘛？我是请回来卖的，不请回来搞事的。妈的，你信不信我取消你的准证，把你赶回去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一定要告他。喂，你是鸡嘞，谁会相信鸡被非礼呀？哼，总之你不准告那个人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他真的不是不小心的，他很用力抓了我屁股一下，难道我连抓跟碰都分不清楚吗？可是对方有证人可以证明他清白啊。屁啦，那个是他的朋友，当然帮他说话啦。那个无耻的家伙被我捉住以后，还是要给我1万块，让我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呢。1万块不是小数目，为什么不接受啊？我为什么要接受啊？他做错事情，为什么不用接受惩罚呢？对，我是妓女，所以我讲的话都不可以相信。妓女嘛，怎么可能被人家非礼呢？可是你们以为我想做妓女吗？要不是我穷的话，我需要做这种工作。如果我有能力，我也不用做妓女啦。我是妓女，但是我也有尊严的。你们相信我，他真的有非礼我，所以他一定要受到惩罚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话，你就应该坚持到底。我可以帮你介绍律师。唐律师，真的谢谢你愿意免费当我的律师。先不要谢我，等赢了再谢吧。不管输还是赢，都是要谢的啊。听你的语气，你好像没有什么把握。郑小姐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我们很有可能会输掉这场官司。毕竟所有的证据都对我们不利。我懂，放心吧，就算真的输了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不过我有信心，我们一定不会输的，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正义的。我也相信。那我们一起相信正义吧。拜拜。你还好吧？你和真叶怎么样了？唉，没有变好，没有变坏，原地踏步吧。看来洛琳回来对你们影响还蛮大的。可是洛琳和真叶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我一定要盘问他范正业啊，让他把事情一五一十说出来。我知道你关心我们，不过这是我正业之间的事，我们会自己处理。真的不需要帮忙。谢谢你的关心啊。现在除了关心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谢谢。若琳啊，我们能不能谈一谈？我们可以在这里喝红酒，其实真的很幸运。我们应该感谢老天爷的。哇，这么说的好像劫后余生似的。怎么了？对人生有新的感悟啊？其实我在新西兰的时候遇到了地震，当时的情景
真的很像人间地狱。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我会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。当时我的人生就好像倒带一样，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播放着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我人生真的有很多遗憾，有很多我该做不过还没有做的事。我也领悟到，其实人生真的很短，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一切。所以你这次回来才会改变这么多。在生死关头绕了一圈，就好像重新活了一次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应该把坏的全都改掉，换一个全新的自己嘛。所以，你这次改变这么多，是希望我们两个重新开始？我是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下去。继续？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我没有要和你分手啊。你没有要和我分手，为什么那天一声不吭就走掉？我上飞机前发了简讯给你说，我们只是暂时分开，你要等我回来我们才继续的吗？你没有收到我的简讯？我去机场找你的时候，我的手机掉了。等一下，我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把事情想清楚。你在澳门的时候还没有想清楚吗？我在澳门的时候想清楚了，不过现在事情变得有点复杂了。有什么复杂？连自己爱谁你都搞不清楚，你不会觉得这样很有问题吗？我有问题，那你没有问题吗？你和志成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他？你最后还不是对他造成伤害？对不起啊。原来你一直都这么认为。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你怎么看待这宗非礼案呢？坦白说，我不觉得凤玲在说谎。如果他真的要勒索Ethan要赔偿他的时候，他可以拿那笔钱吗？毕竟那笔钱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。有道理，但是法律是讲求证据的。Ethan 有证人可以证明他的清白，不过凤玲的供词却只是片面之词。希望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吧。All right, get ready. 5, 4, 3, 2, 1. 我们日前访问了非礼案件的当事人Ethan Song 宋百强先生，他再三表示自己没有非礼郑凤玲小姐，并声明有证人可以证明她的清白。没错，我和我的律师商量过了，决定反过来控告郑凤玲小姐诽谤和勒索。我们也独家访问郑凤玲小姐，她非常坚持宋先生的确有非礼她，而且不会放弃提告。我没有说谎，他真的有非礼我，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。日前被控虐打3岁幼童，在法庭上爆出被百般虐待，令法官感到震惊，特别网开。人家都说齐人之福是男人最大的幸福，但是如果对象是这2个女人的话，怕是祸不是福吧？叹气，说明问题很严重。也没有很严重啊。我现在面对2难的选择，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。我觉得不管选择哪一个，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，我心很痛。哦，果然你脚踏2条船。错，绝对错！我没有脚踏2条船，我是买错船票。原本我已经有一张船票了，后来我以为它掉了，我就去买了一张新的。
可是最后才发现他没有掉。我现在有2张传票，我不知道有哪一张传票上传。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有点乱啊？乱吗？一点都不乱啊！你同时爱上了2个女人，哦，所以你当然应该选择第2个女人，因为如果你是真爱第1个，就不可能出现第2个，对不对？好像有点道理哦。哎，所以呀，你应该选颜之。哎，不对不对，颜之我喜欢，你应该选洛琳，选洛琳。哎呀，你醒醒吧，颜之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志胜，你来找我。来者不善，小心哦。没有空。原本以为我和若琳已经分手了，没想到这是阴差阳错造成的。偏偏我又喜欢上了颜之。如果现在和若琳说清楚，又会对不起若琳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如果你选择颜之，对洛琳是2度伤害；如果你选择洛琳，对颜之也会造成伤害，而且不见得伤害很轻。你也知道，毕竟颜之为了众人的事，已经受过一次很严重的伤害了。他好不容易才能接受你，结果现在又……所以我现在不管选择谁，都会对不起另外一个。我能不能2个都不选呢？如果你2个都不选，最终2个都会受伤害的。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等他们2个选择。有时候女人在爱情上比男人更果断的。有道理。哇，你最近对爱情知道很多哦。哎，你知不知道那个伊登松最近被人控告非礼？这件事情闹这么大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啊？想不到他还有今天。他早该有今天啦！如果你不是那么爱钱，收了他的钱不控告他非礼啊，他早在2个月前呐就应该受到惩罚了，好不好？哎，1万块哎，又不是小数目。为了钱出卖自尊，值不值得啊？连那个妓女啊，都比你更有骨气多啦！我们这里请不起那么高贵又有骨气的女人，你马上给我滚！你的准证，过2天我会去 cancel， 你准备离开新加坡吧。你没事吧？我这么坚持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你上次不是说你相信正义吗？那你要相信正义会给你一个公道，也要相信唐律师，他会帮你。哎，你吃了吗？还没，最近生意不是很多，要省一点。我1天只吃1餐而已。我去买点东西给你吃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哎，你不是那个告人非礼你的妓女吗？你是妓女嘞，有什么资格告人家非礼呀？就是啦，当妓女呀，很不要脸啦，还要勒索人呢，这就叫下贱喽！哎呦，贪得无厌呢！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请你不要乱说话，这只会显示出你的父亲。哟，不要以为你是新闻主播就了不起，可以跟我们这样说话，一点都不懂得尊重我们。你要别人尊重你，就要懂得尊重别人。我们还是走吧，要不然啊，他在新闻上报道我们呐，那我们就不好了。走吧。刚刚谢谢你。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对的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吃吧。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唐律师亲自来一趟呢？有2件非常重要的事。第一，
请宋先生不要再打扰我当事人郑凤玲小姐的生活。我没有。我已经知道你用钱收买归功德，要他辞退我当事人的事情。对于这件事情，我们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。第二件事，我们已经找到证人，证明宋先生的确有非礼的前科。所以我今天来是要给宋先生一个忠告，撤销对我当事人的控状比较好。如果你不肯也没关系，我一定会帮我当事人赢得他应该有的尊重。宋白清的非礼案件出现大逆转，辩方律师找到有力证人，证实宋白清有非礼前科，因此宋先生证词的可信度需要重新评估。宋白清涉嫌非礼的案件今天首次过堂，而在控辩双方提证的时候出现了大逆转。非常开心，不过要谢谢唐律师愿意每次帮我。郑凤玲小姐的代表律师唐志胜先生找到了一名非常有力的证人。唐律师，请问这名证人是什么身份？我们找到一名曾经被宋白清先生非礼过的女子出庭作证。我的确被宋白清非礼过，不过因为他赔了一笔钱给我，所以我就没有控告他喽。因为这名证人的有力证词，我相信案情已经逐渐明朗。宋白清先生的确是非礼惯犯，他犯案的可能性很高。郑凤玲小姐的工作虽然在很多人的眼里是一份低贱的职业，但她本身却是高贵有骨气，对于是非黑白非常坚持。或许她的工作无法获得大家的尊重，但她的人格应该是值得大家钦佩的。一个人我在聚散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泪流下那么荒唐，分手当初是我在逞强，一个人对谁嚣张。有空吗？我有东西给你看。这是我特地去电讯公司调来的通话和简讯，证明我真的有发过简讯给你。我不够坚强，只是我一个人，一个人不可能，不可能有多快乐。我承认，从前是两个人，两个人多人。真的没有要和你分手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为什么已经放手了？在一起，你不可以只有一个人做决定，要两个人做同样一个决定。所以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吗？一个人没有方向，一个人闷得发慌，谁懂得